选择一台中大型的纯电，最终要考虑的是它的场景，是家用还是商用，会不会开它去下赛出的时候，比亚迪一波荣耀版将汉 EV 的价格降到了17.98万元，相比老款呢，的确是优惠了不少。但是要知道，消费者的预期可是15.98。于是长安启源开窍了，直接推出了启源 A07 真香版，价格呢是13.99到15.99，这也让启源 A07 成为了10到20万，销量仅次于汉 EV 的中大型纯电家轿，也让长安启源品牌完成了7个月销量10万的突破。市场和口碑的确是大家选择一台纯电家轿的底气，但是在价差5万的情况下，他俩的产品力差距也有这么大吗？那不如我们用一场直观的自驾来告诉大家。出发前呢，还是简单帮大家对比一下同时拥有汉 EV 和长安启源 A07 的第一感受。外观呢，就通过一组镜头来呈现给大家。汉 EV 呢是从油车传承下来的龙眼设计，而启源 A07 呢则更像新势力。大家更喜欢哪种设计呢？弹幕打出来吧。作为中大型纯电家轿，重点的是尺寸和空间。汉 EV 的体魄明显是要比启源 A07 更大一点，车长呢相差9厘米，而轴距实际上是只差了2厘米。坐进去的感受大概是这样的。总结一下啊，前排乘坐空间呢都很宽大舒适，但是启源 A07 呢会更多了一些小心思，悬空的一个中控扶手以及香薰氛围灯点缀，更像家居理念，接近了主副驾的一个距离感。后排空间两台车的腿部空间其实都比较充裕，不过启源 A07 由于溜背的造型，多少呢会牺牲一些头部空间。不过它设计师聪明的地方呢，就在于它给后排的地台做了一个下凹式的设计，所以相比汉 EV， 其实几乎感觉不到这2厘米的差距差在哪。配置上，汉 EV 明显要更偏豪华感一些，像后排老板键、隐私玻璃它都有，而启源 A07 感觉会更加精致轻奢。内饰配色比汉 EV 更年轻，有无框车门、电吸门、16扬声器，比汉 EV 多4个。它很会花心思在一些细节上拉满你的情绪价值。好，两台车的第一感受，你们还满意吗？装备和路线我都安排好了，距离组成150公里左右的蓝川万卷书台，保证你出片。出发前我们先去满电。两台车呢都带快充，所以日常用起来呢都不挑充电桩。长安启源 A07 真香版的长续航用的是80度的电池，汉 EV 用的是85度的。现在满电里程都来到了700加，我们往返一趟是绰绰有余。如果这个里程在市区开的话，能开上1周是没有问题的。走呗，出发。你知道为什么启源 A07 的电池包更小，但是续航能做到和汉 EV 相当吗？因为它能耗低呗。所以这一路上我们要帮大家实测一下，在不同的路况下两台车的一个真实电耗和续航表现。其实选择纯电动车型并不是电池包越大越好，真正的技术含量主要要看2个指标，第一个是风阻系数，第二个呢是电耗。启源 A07 的风阻系数呢只有 0.22 CD， 汉 EV 呢是 0.23 CD， 风阻降低了 0.01 CD， 续航一般就可以提升5到8公里。所以说启源 A07 这 0.01 CD 是降在了它的大6倍上。我算是明白了设计师的良苦用心了，不仅要帅，还得卷实用性。马上上高速了，目前城市这段开下来，我这台启源 A07 的平均电耗是 13.3， 续航还剩662公里，你们呢？我这台汉 EV 的平均电耗是 14.5， 然后续航还剩633公里。有没有一种感觉，开了电车之后就很难回到燃油车了？的确啊，谁能想到这一路高速我全程开的都是辅助驾驶啊。集成式自适应巡航已激活。启源07的这套 L2 级的辅助驾驶感觉很稳，它全车是有24颗的感知元件，路上的限速标识你看也能轻松识别，不用担心我会超速。它的全速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呢，哪怕是遇到那种很大的弯道、很急的弯道，它也能非常流畅的转动方向盘，挺让人放心的。关键是它还全系标配。小安你好，我在。把空调调到22度，1档风，再把对通风打开。座椅通风已经开了，温度调到22度了，风量调到1档了。看它这个反应速度是不是还挺聪明的？
比亚迪有时候还是挺偏心的，它把最好的辅助驾驶都放在了腾势品牌和汉 EV 的顶配车型上面。我现在呢是开着它的智能领航辅助，像巡航一些限速标识的识别，它也是挺清晰的。就是在一些过弯的时候，还显得不那么的老司机，需要我人为的带一下方向盘。你好，小迪。来了。空调调到22度，旋转屏幕，再放一首陈奕迅的歌。设为22度。都说电车跑高速，它的电耗是最高的。你看我跑了将近100公里了，平均电耗还是15个左右，然后它的续航还是586公里。汉 EV 的电耗已经来到了20.8，续航还剩下525公里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作弊了。进入山路了，我这一脚电门下去，丝滑的提速感真的挺容易让人上瘾的。起源07的最大马力呢是218匹，峰值扭矩呢是320牛米，相当于燃油车中的 2.0T 高功率动力水平了。而且它用的是一个风琴式的电门踏板，提速呢感觉尤其的丝滑和细腻。同时米其林的一个轮胎抓地力也很强，而且悬架对路面的一个反馈也有一定的过力。总之它的一个调教呢虽然是偏舒适的，但是行驶质感是在线的。汉 EV 的最大马力有245匹，峰值扭矩356米，动力码还是随叫随到的。不过在这种山路上，油门需要踩得深一点，而且它的车长毕竟也接近5米了，加上底盘的调教是比较软的，所以说我觉得跑山还是得悠着点来。其实选择一台中大型的纯电，最终要考虑的是它的场景，是家用还是商用，会不会开它去下赛道？最后的答案呢，可能会让你恍然大悟。就像我们今天用最真实的感受和场景，帮大家验证了起源 A07 和汉 EV 各个方面的表现。我们发现汉 EV 在空间和豪华感上确实有一定优势，但是起源A07它通过它的设计智能化，给人的情绪价值是更丰富的，以及在能耗、续航表现上，起源A07甚至小有优势。补能和外放电2台车呢都很快，但是5万左右的一个价差还是摆在眼前的，所以这2台车你们会怎么选呢？评论区告诉我们吧。